大家都听过三高吧，指的就是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。许多人每年体检最关注的也是这3项指标，毕竟它们和心脏病、中风、糖尿病等重大疾病息息相关。但是你是否忽略了体检单上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数值尿酸？也许在你忙着控制三高的同时，一个更可怕的隐形杀手正悄悄埋伏在体内，它就是高尿酸。别以为高尿酸只是痛风那么简单，医生们一再警告，高尿酸的终点往往不是痛风，而可能是中风，甚至肾衰竭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有点疑惑？小小的尿酸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别着急，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，一起深入探讨这位比三高更可怕的健康杀手高尿酸。医学界甚至把它称为第4高，视为仅次于三高的代谢隐患。或许很多人从未关注过自己的尿酸值，但今天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你的观念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在我们分析高尿酸的同时，还将揭晓一位对抗尿酸的平民英雄，一种厨房里随处可见的蔬菜，被誉为降尿酸的第一骑兵。它是什么呢？先卖个关子，待会再揭晓答案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尿酸，高尿酸血症又是怎么回事。简单来说，尿酸是身体在分解嘌呤时产生的一种代谢废料。嘌呤存在于许多食物和人体细胞中，我们吃下高蛋白食物或细胞新陈代谢时，最终都会产生尿酸。正常情况下，尿酸会随肾脏的滤过作用，由尿液排出体外，就像工厂里的废料被及时清走一样，不会伤害身体。然而，如果废料产生太多，或者清洁工、肾脏工作不力，尿酸就会在血液中越积越多。当血液中尿酸浓度长期高于正常水平，我们就称之为高尿酸血症。那高尿酸血症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？目前医学上一般认为，正常饮食状态下，男性空腹血尿酸值高于每升420微摩尔，女性高于每升360微摩尔，且在不同日子2次检测都超过这个标准，就可以确诊为高尿酸血症。也就是说，男性尿酸指数如果超过7左右，女性约6，就属于尿酸偏高。你或许对这些数字没有概念，不要紧，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高尿酸其实非常常见。事实上，高尿酸在现代人中相当普遍，普遍到可能超乎你的想象。根据2019年发布的《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》，我国成年人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约为 13.3%， 估计患者人数接近1亿8千万。换句话说，平均每7-8个成人里就有一个尿酸过高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，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，饮食结构改变，高尿酸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，高尿酸年轻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。国家卫生部门在2024年发布的成人痛风食养指南中特别指出，痛风的发病率正逐年攀升，发病年龄明显提前。以往40-50岁才出现的痛风，现在20-30岁的年轻人也频频中招。有一项医院研究更是发人深省，在20到39岁的年轻族群中，高尿酸血症的比例仅10年间就从约 22.5% 飙升到将近 40%， 也就是说，几乎每2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尿酸偏高。想想看，过去痛风被称为富贵病，是大腹便便的中老年人才会得，如今它却成了年轻人的流行病。许多90后甚至00后都开始受到高尿酸困扰，这怎能不引起重视？那么，高尿酸到底有什么危害？为什么说它比三高还可怕还隐蔽呢？大多数人一听说尿酸高，首先想到的就是痛风。确实，痛风是高尿酸最直接、最出名的后果之一。然而，如果你以为高尿酸的危害仅仅是痛风发作时那阵钻心刺骨的疼痛，那就太天真了。其实，痛风只是冰山一角，高尿酸对身体的伤害要广泛得多，深远得多。我们先从痛风说起。当血液中尿酸浓度过高时，多余的尿酸会慢慢在体内析出结晶。这些尿酸盐结晶最喜欢沉积的地方之一就是关节，特别是温度较低的四肢末梢关节。想象一下，尿酸晶体就像一根根尖细的小针，平时静悄悄潜伏在关节里，
一旦浓度达到临界或环境条件改变，就会突然扎针，猛烈的刺激关节组织，引发剧烈的关节炎症反应。这就是痛风发作的机制。痛风最典型的表现是夜半时分，大脚趾关节突然红肿热痛，痛得连被单轻轻拂过都受不了。有人形容痛风发作时的感觉是疼得像有老虎在咬，一点不夸张。许多痛风患者回忆第一次发作，都以为自己骨折了或者关节炎发了，痛得在地上直打滚。可见痛风之痛绝非一般的酸痛可以比拟。不过痛风毕竟还算是比较明显的警报，让你意识到尿酸出了问题。真正可怕的是，有相当一部分高尿酸患者可能从来不痛风，这就是所谓无症状高尿酸血症。别以为没痛风发作就万事大吉，事实上这反而更加危险，因为没有疼痛来提醒。许多人多年都不知道自己尿酸高，体内的尿酸盐结晶却一直在默默沉积，悄悄损害着身体器官。高尿酸对肾脏的伤害就是一个典型的无声杀手。肾脏是负责过滤血液、排出尿酸的清道夫。当尿酸长期过多时，肾脏就像超负荷工作的水管滤网，久而久之问题就来了。尿酸结晶可以沉积在肾组织和尿路中，形成肾结石。很多人以为结石都是钙结石，其实尿酸结石在肾结石中相当常见。尿酸结石通常呈橘黄色且非常坚硬，如果一颗小结石卡在输尿管中，会引起剧烈的绞痛，据说那种痛不亚于妇女生孩子，让人冷汗直流，在地上打滚。除了带来剧痛，反复的结石还会损伤肾脏组织，引起肾脏发炎和疤痕，导致肾功能一点点下降。更糟糕的是，高尿酸会引发慢性的痛风性肾病。所谓痛风肾，就是尿酸长期沉积在肾小管，导致肾组织纤维化、硬化。这种损害一开始也没有明显症状，但多年累积下来，肾脏的滤过能力就会明显下降。许多慢性肾衰竭的患者回顾自己的病史，发现年轻时其实一直都有尿酸偏高，却没有重视，结果拖到肾脏不堪重负。民间有一句话，痛风不是痛死的，而是拖死的。虽然夸张了些，却也提醒我们，高尿酸不控制，最终可能把肾脏拖垮。真的等到肾功能衰竭需要洗肾为生，那就太迟了。除了关节和肾脏，高尿酸对心脏和脑血管的威胁也不容小觑。高尿酸血症往往和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凑在一起，形成所谓代谢症候群。许多高尿酸的人，同时也是高血压、肥胖、血糖偏高。尿酸本身对血管就有不良影响。一方面，尿酸盐晶体会诱发慢性发炎反应，长期轻度发炎会损伤血管内皮，导致动脉硬化斑块更容易形成，加重高血压和冠心病风险。另一方面，高尿酸往往伴随胰岛素抵抗含血脂异常，这些都会进一步推高心血管疾病的几率。很多高血压或冠心病患者抽血一查，同时也有尿酸偏高，这绝非巧合。特别是在脑血管方面，高尿酸已被视为脑中风的独立危险因子之一。数据显示，高尿酸患者发生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明显高于尿酸正常者，而且一旦中风发生，高尿酸患者往往预后较差，康复难度更大，死亡率也更高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尿酸过高会加剧动脉硬化和血液粘稠度，使得脑血管更容易阻塞。一些医学观察甚至发现，血尿酸水平每升高一点点，中风复发和死亡的风险就有所增加。更隐蔽的是，大脑的慢性损伤。早在2007年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就警告过，即使尿酸浓度仅仅是偏高，但尚在正常上限，长期下来也可能导致几乎察觉不到的小中风，又称隐形中风，进而让老年人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逐渐衰退。换句话说，高尿酸就像在你大脑里埋下一颗颗微型地雷，每次引爆一颗你可能没感觉，但脑组织已经受损一点，日积月累，许多小损伤汇聚起来，就可能表现为失智症。最近日本也有一项长期研究发现，高尿酸是失智症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。高尿酸者将来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是尿酸正常者的将近4倍。试想，一个人也许年轻时熬过了几次痛风发作，没把尿酸当回事，
但在老年时却因为常年高尿酸带来的脑血管微损伤而出现中风，甚至失智，这难道不可怕吗？综上所述，高尿酸对人体的伤害已经超出传统对它的认知范围。它不只是让脚趾头肿痛那么简单，而是可能引发全身性的健康灾难，伤关节、伤肾脏、伤血管、伤大脑。相比之下，三高各自主要对应的是特定系统，血压影响心脑血管，血糖关联糖尿病，血脂影响血管和肝脏，而高尿酸这个第四高则像幕后黑手，串联并加剧了其他健康问题。它可怕就可怕在隐匿和全面，平时不声不响，一旦发难就是大问题。而很多人直到出了大问题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祸根是高尿酸。了解了高尿酸的危险性，我们再来看看现代人为什么容易尿酸高。说穿了，和我们的饮食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。高尿酸、高胆固醇、高血糖其实都属于富贵病。过去物资匮乏时代很少见，如今物质极大丰富，反而流行起来。历史上痛风被称为帝王病或王者之疾，因为只有帝王贵族那样日日山珍海味的人才会得。很多帝王将相都曾饱受痛风折磨，例如亚历山大大帝、蒙古大汗忽必烈、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、英国国王亨利八世，甚至科学家达尔文都深受痛风之苦。这些人无一不是锦衣玉食、日日笙歌的代表。古人对痛风有句形象的说法，富贵人多触此疾，意思是生活太富裕了，反而滋养了痛风。而在现代社会，何止富贵人会痛风，平民百姓的生活也充满了导致高尿酸的因素。现在的人餐桌上荤多素少，大鱼大肉并不稀奇，聚会应酬少不了推杯换盏，啤酒白酒不停，嘴馋了还有各种蛋糕、甜饮、奶茶、可乐任选。工作忙碌则经常缺乏运动，熬夜压力山大，这一切几乎条条都踩在了高尿酸的痛点上。医生们总结，高尿酸的几大推手主要有下面这几个雷区，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开。第一大雷区当属酗酒，特别是啤酒。很多人都知道喝酒伤肝，其实喝酒也会让尿酸飙升，伤害肾脏和血管。酒精在肝脏代谢时会加速 ATP，一种能量分子的分解，导致尿酸产生增加。同时酒精还会让血液中的乳酸升高，而乳酸会和尿酸争夺肾脏的排泄通道，使尿酸更难排出体外。此外，啤酒本身还含有很多嘌呤，比如酿酒用的酵母就是高嘌呤，等于额外给身体提供了一堆尿酸的原料，一方面产生多，一方面排不出，双管齐下。难怪喝酒，特别是喝啤酒，会让尿酸居高不下。有统计显示，经常大量饮酒的人，痛风发作率是滴酒不沾者的数倍，其中又以嗜啤酒者风险最高。很多痛风患者都有过惨痛的经历，年轻时和朋友宵夜畅饮啤酒，配着烧烤、海鲜，吃得不亦乐乎，结果隔天凌晨大脚趾痛得像被锤子砸，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下，这才第一次尝到痛风的厉害。医生会严格叮嘱高尿酸或痛风患者戒酒或严格限酒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与其明天痛风发作，痛得泪直流，不如今天少喝2杯酒，保住日后健康。第二大雷区就是含糖饮料和高果糖食物。可能有人会问，甜饮料和尿酸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糖分尤其是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大量消耗 ATP， 副产品之一就是尿酸。通俗讲，我们喝下一杯含糖饮料，等于在体内变出了一部分尿酸，而且高糖摄入会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，间接抑制尿酸排泄。现代人爱喝手摇奶茶、可乐、汽水，这些都是隐藏的尿酸推手。科学家发现，每天喝含糖饮料最多的人，罹患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风险明显高于很少喝的人。除了饮料，果糖含量很高的水果如果吃太多也有影响，比如榴莲、荔枝、龙眼、葡萄干等水果含糖特别高，大量摄入会让尿酸不知不觉上升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水果不能吃，而是要适量，特别是对于已经尿酸偏高的人，应该少喝含糖饮料，适当控制高糖水果的摄入。整体来说，多吃蔬菜比吃过量甜水果要安全。第
第三大雷区则是各种高嘌呤的美食，这一点其实大家早有耳闻。常见的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，如肝脏、肾脏、脑髓等；部分海鲜，如沙丁鱼、青鱼、干贝、虾蟹等；浓肉汤和火锅汤底，以及过多的红肉。这些东西吃下肚，等于一下子给身体送进去了大量嘌呤原料，身体一时来不及代谢，尿酸浓度就会直线上升。许多痛风患者的第一次发作，往往就是在大吃一顿海鲜或火锅后不久。有人参加宴席，连吃几天大鱼大肉，结果脚趾关节随即肿痛发作。还有人平时没事，就因为某天喝了几碗浓鸡汤，当晚痛风就找上门。对尿酸高的人来说，这些高嘌呤美食无疑是定时炸弹，稍不注意就可能引爆。一些年轻人偏爱重口味的吃法，比如烧烤摊上啤酒加烤串加烤腰子的组合，这几乎是把我们前面说的三大雷区一次性全踩了酒精、果糖、嘌呤全凑齐。难怪现在痛风越来越年轻化。民间还有句戏言，今天不痛风，欢乐在心中，明天真痛风，痛得泪直流。奉劝试吃试喝的朋友，千万别心存侥幸，当下的口腹之欢可能换来日后难挨的痛楚。说到这里，有些人可能会担心，难道尿酸高的人就要什么都不能吃了吗？其实并非如此。我们强调这些雷区是让大家有节制的吃，而不是完全不吃。例如，高尿酸者不是一口肉都不能碰，而是要控制量，并选择性的吃。相对而言，瘦肉、鱼肉的嘌呤含量就比内脏和某些海鲜低很多，可以少量吃。烹调肉类时，建议先用水汆烫，把嘌呤煮掉一些，再加工食用。尽量避免喝火锅汤和炖肉的老汤，因为大部分嘌呤都溶在汤里。我们的目标是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，降低总嘌呤摄入，而不是完全跟肉类绝缘。还有人热衷所谓的食疗偏方，比如觉得吃高嘌呤食物时，同时吃某些蔬菜就能以蔬解肉。前面提到，有人吃火锅时放很多洋葱、大蒜，觉得这样能中和部分肉类的嘌呤。事实上，洋葱、大蒜确实有助健康，但如果一起下锅煮，它们也吸满了高嘌呤的肉汤，该摄入的嘌呤一点也没少。所以关键还是要调整整体饮食结构，多吃低嘌呤的粗杂粮、蔬菜、水果，蛋白质来源以适量的奶蛋、豆制品和精瘦肉鱼为主，少碰那些高嘌呤、高糖的危险组合。只有养成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，才能真正把尿酸稳定控制住。除了饮食，肥胖、缺乏运动、熬夜压力大，这些现代生活习惯也是高尿酸的推手。肥胖者体内脂肪多，嘌呤代谢容易失衡，而且脂肪细胞会分泌促发炎物质，让尿酸问题雪上加霜。有数据显示，痛风患者中6-7成是超重或肥胖，可见体重控制的重要性。运动方面，适当锻炼有助于改善代谢，但要注意运动强度。剧烈运动反而可能让尿酸短暂升高，因为大量出汗会减少尿液排出。剧烈运动还会产生更多代谢废物，这都不利于尿酸排泄。所以高尿酸人群适合规律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比如快步走、慢跑、游泳、太极拳等，每周4到5次，每次半小时到1小时为宜。运动时记得多次少量补充水分，不要等口渴了才喝。运动后也避免马上洗冷水澡，因为寒冷刺激可能诱发痛风，温度骤降会让尿酸晶体更容易沉淀在关节中。至于熬夜和精神压力，长期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会扰乱体内荷尔蒙平衡，间接影响尿酸代谢。这点虽不像饮食因素那么直接，但同样值得注意。可以说，要对付高尿酸这个顽敌，得从吃动睡各方面一起下手，建立起全方位的健康生活方式，才能从源头上减少尿酸过高的风险。现在前面卖的关子也该揭晓了，我们要问，哪一样平民蔬菜能成为降尿酸的第一骑兵呢？答案就是洋葱。没错，就是那个常常让人切得流泪的洋葱。也许你早有耳闻，洋葱有许多保健功效，但可能没想到它在降低尿酸方面也是默默的高手。营养专家甚至称洋葱是平民的天然保健品，价格便宜又营养丰富。
对高尿酸以及三高人群都有益处。那洋葱究竟厉害在哪？我们来仔细看看它的内在实力。首先，洋葱是低嘌呤食物，很多蔬菜其实嘌呤含量并不高，即使像菠菜、香菇这类嘌呤稍高的植物性食物，也没有证据显示会明显提高血尿酸。而洋葱每100克嘌呤含量不到9毫克，属于嘌呤极低的一类。也就是说，就算天天吃洋葱，也几乎不会给身体增加尿酸负担，这是它的第一个优势。其次，洋葱富含一种对抗尿酸的秘密武器——胡皮素。胡皮素是一种强力的类黄酮抗氧化物，科学研究发现，它有助于抑制体内合成尿酸的关键酶活性，减少尿酸的生成。同时，胡皮素还能增强肾脏的排泄功能，促进尿酸随尿液排出。简单讲，洋葱里的有效成分可以一方面开源节流，减少尿酸产出，另一方面加速排放，促进尿酸排出，对降低血尿酸水平非常有益。不仅如此，洋葱还含有多种有机硫化物，也是洋葱刺激味道的来源，具有抗发炎和抗血小板凝集的作用。长期食用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。洋葱中的钾含量丰富，有助于身体排出钠盐，利尿降压，间接也利于尿酸的排泄。另外，洋葱富含维生素 C 和各种植化素，本身对抗氧化、减轻发炎就有益。而维生素 C 也被证实可以促进尿酸从肾脏排出，所以洋葱可谓集多种优点于一身。难怪大家都说它是穷人的营养宝库。民间早就有洋葱是平民的灵丹一说，在欧美国家，洋葱汤一直被视为健康料理的一部分。在我们亚洲，洋葱也常被用来泡蜂蜜、泡酒，据说可以缓解咳嗽和降血脂等等。当然，这些偏方效果因人而异，但洋葱的保健价值确实得到越来越多研究佐证。举个例子，台湾有位肾脏科医师黄子婷曾分享过，他发现洋葱不仅能帮助降低尿酸，对控制血压和预防慢性肾病恶化也有帮助。他甚至建议一些患者每天生吃半颗洋葱来保健。根据他的观察，有些患者坚持一段时间后，尿酸值明显下降，血压也更稳定。不过，生吃半颗洋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辛辣刺鼻，很多人一口就呛得眼泪直流。对此，医生也支了招，可以把洋葱切丝放在冷开水里浸泡10分钟，减弱它的刺激性，或者用洋葱拌醋、拌橄榄油和番茄做成沙拉，风味更佳，也比较容易入口。还有人喜欢把洋葱切块放电锅里蒸熟，蒸过的洋葱软嫩甜香，辛辣味大减，吃起来就像一道普通蔬菜一样。虽然加热可能会损失部分维生素 C， 但像胡皮素这类成分并不怕热，而且蒸熟的洋葱一次可以吃下更多量，总体摄入的有效成分并不少。所以生吃、熟吃都可以，选自己能接受的方式就好。也许有人会怀疑，洋葱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会不会被夸大了？确实，我们不能说吃了洋葱就包治百病、高枕无忧，但是大量科学研究和临床经验都表明，洋葱对降尿酸是有辅助效果的，只不过它不是药物，作用比较温和，需要长期坚持才能看出明显效果。洋葱是降尿酸的第一骑兵，但不是唯一的救兵。想打赢高尿酸这场仗，我们还得讲究综合战略。首先，对于尿酸已经非常高或者反复痛风发作的患者，一定要遵医嘱服用降尿酸药物。现在常用的降尿酸药有别票醇、非布司他等，可以有效将尿酸控制在安全范围。千万不要因为症状好了就擅自停药，很多人就是痛风不痛了就停药，结果尿酸起起落落更危险，一发作起来更难控制。药物治疗通常需要长期持续，这点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坚持。其次，生活方式调整依然是根本。前面强调的管住嘴、减重、多运动、充足睡眠、减压等等都必须落实。洋葱等食疗是辅助手段，而不是唯一手段。要真正战胜高尿酸，得药物、食疗、生活管理三管齐下。这里再提醒一下喝水的重要性。对高尿酸的人而言，每天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非常关键，建议每天至少喝2000到3000毫升水。
尽量让每日尿量达到2公升左右。充足的水分可以稀释血中尿酸浓度，并增加尿量，有助于尿酸随尿液排出，减少尿酸盐结晶的形成和沉积。如果觉得白开水没味道，可以在水里加几片新鲜柠檬片泡着喝。柠檬中的柠檬酸盐有助于碱化尿液，让尿酸更容易溶解排出，这也是个简单有效的小诀窍。平时饮料尽量以白水或淡茶、黑咖啡替代含糖饮料。注意，如果喝咖啡要不加糖不加奶精，有研究发现适量咖啡摄入与痛风风险下降相关，但前提是不要额外加太多糖分和高脂肪的伴侣。总之，多喝水这件事说来简单，对高尿酸人群却是至关重要的日常习惯。说了这么多，总结成一句话，高尿酸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对它掉以轻心。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，高尿酸算不算比三高更可怕的杀手呢？相信此刻你心中已有答案。高尿酸就像一个埋伏在暗处的敌人，你不理会它，它却随时可能给你致命一击。很多人把三高控制得很好，大门守得严严实实，却让这个贼从后窗溜进来。与其将来出事后追悔莫及，不如现在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。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治疗来掌控尿酸，将它稳稳地压制在安全范围内。在此也特别强调一下洋葱这位平民英雄的价值，别看它貌不惊人，价格低廉，但长期坚持食用，可能会为你的健康账户积累一笔不小的收益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妨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，每天都摄取一定量的洋葱，不管是拌沙拉、清炒、煮汤，还是夹在三明治里，想办法让洋葱融入你的一日三餐。同时管住嘴，勤喝水，规律运动，把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健康习惯都坚持下来。时间一长，你一定会看到回报，你的尿酸水平逐渐下降，痛风不再发作，你的肾脏保持健康，尿蛋白、高血压等肾脏负担减轻，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也相对降低。我们期盼的未来是痛风远离你，中风和肾衰的阴影不再出现，你可以轻松享受生活的美好。健康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要等到痛风发作时才抱头后悔，更不要等到肾功能坏掉、中风瘫痪时才追悔莫及。现在就开始行动吧，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，把尿酸值盯紧，该管的嘴管住，该吃的药吃足。邀请像洋葱这样的平民蔬菜当你的健康帮手，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隐形杀手高尿酸赶出自己的生活，远离痛风、中风、肾衰竭的威胁，迎接轻松健康的人生。